Hello， 大家好。如何测试这个双下触发二极管？这种二极管，一般的老铁测试都比较迷惑。实际上，我们要搞清楚这个 dB3、dB4、dB5， 它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叫做转折电压。像这个 dB3， 它的转折电压是30伏，那么 dB4、dB5 呢，转折电压就要高一些。如果我们把这个 dB3 接在这个电路当中，这是一个0到50伏的口条直流电源。当这个口条电源为0伏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双下触发二管它是呈高阻状态，它是处于截止的。就是到10伏、15伏低压的时候，它都是处于高阻况状态，就是说电阻值很大，它是不会转折、不会导通的。一旦这个电压调到30伏的时候，它马上就导通，满足了它的转折电压的要求。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电流表串联在这里这个电路当中，这个时候这个指针马上就会发生偏转，马上就会发生偏转，就表示呢这个 dB3 已经揭穿了，处于揭穿状态。那么这个时候揭穿电压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折电压。那么如何判断这个 dB3 的好坏呢？我们可以搭建这样一个模拟试验图。这是一个30伏的电源，这是一个开关，这就是这个 dB3VD 双向触发二极管。这个呢是一个可调的10K 的微调电阻器，这个是个10K 的固定电阻器。这个时候我们搭建好以后呢，红表鼻接在这个 dB3 的输出端，黑表鼻接在这个电源的负端。这个时候，当这个电压为30伏接通的瞬间，那么 dB3 它就马上就会揭穿，转折电压满足30伏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显示表上就可以看见了，有11伏左右的这个电压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 dB3 是好的，它是没有开路的，它是可以正上导通的。我们用这个电路呢，就可以判断出这个 dB3 的好坏。有的老铁说，就用电阻去测试这个 dB3 的电阻值，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必须在有外界条件下，给它一个这个转折电压，而且这个转折电压达到30伏的时候，它就会打开这个阀门，迅速揭穿导通。那么没有达到这个外界条件的时候，它始终是属于高电阻状态，所以你测这个电阻是毫无意义的，一般我们在这个工厂企业当中，可以用这个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去测试它这个 dB3 的好坏。如果没有这个设备，那么你就可以搭建一个这么简单的电路，对吧？简单的电路，用这个数字弯联表测试输出端的电压，有11伏的电压输出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 dB3 是好的。好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更多的电子知识我们下期再见。